我和99个人意外穿进一场穷鬼游戏，在这获胜者将会获得100万奖金，但规则是只能用50块钱存活7天。如果是你会以什么方式生存下去？而身为专业穷鬼的我，从看见规则的第一眼就找到了游戏的漏洞。很快，随着系统的电子音响起，欢迎100位玩家进入穷鬼游戏，初始资金50元，目标在游戏中生存7天，获胜者获得100万奖金。超支、死亡或离开游戏区域都将视为淘汰，将背负100万债务。那声音顿了顿，带着一丝狡诈。现在有懦夫想退出吗？开什么玩笑？7天，我喝水都能撑过去。旁边一个穿着廉价 T 恤的小胖子附和道：“50块买馒头咸菜，省着点够够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傻子才退出。”人群嗡嗡作响，带着盲目的亢奋。很好，100位玩家无一退出，游戏规则正式生效，玩家将不可退出。100名玩家已投放欢迎来到机场迷航，祝各位好运。随着眼前白光一闪，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现代化的机场，机场大到一眼望不到头，来来往往的人群穿梭着，分不清谁是玩家，谁是 NPC。而我的游戏账户里则是躺着50元初始资金，同时我的界面出现3个数值：饥饿值、口渴值、精力值。目前3个数值都是满的。我看见对面有一个便利店，于是走过去了解一下物价。当我走到冰箱面前，一声带着哭腔的惊呼炸响。我靠！1瓶水15，抢钱啊！我走过去，目光扫过货架，心沉到谷底。小蛋糕50，三明治40，包子10元一个，连最便宜的袋装苏打饼干也要18元，每天7块1的额度，连半瓶水都不够。小胖子望着我，脸上写满了绝望。66号，完了！这钱只够买3瓶水啊！1周会死人的。我叹口气，系统不是做慈善，我就知道不会这样简单。其他玩家也涌向便利店，脸上同样浮现出惊骇和恐慌。小胖子把我拉到一边说道：“66号，我是44号玩家无耻，咱们结盟吧，有人欺负你，我打他们。”随后他打了一套擒拿手，看起来身手还算功夫。在弄清楚游戏规则前，我不想和任何人结盟，于是婉言谢绝，便独自离开了便利店。首先要去找免费的水，在厕所外，我找到了饮水机，并且在旁边找到了2个丢弃的矿泉水瓶子，把它们清洗干净，然后装了满满2瓶水。水的事情搞定了，成本0元。接下来是能量获取。我看见了一家咖啡店，调料台上白砂糖包、奶精球、黄糖包整齐码放。糖是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糖包可以在紧急的时候用，防止低血糖。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动作自然流畅的像回家拿东西。10几包糖和几盒奶精瞬间滑入我的口袋，整个过程不到2秒。然后我从容地走出咖啡店，走到无人角落，撕开2包糖，一股脑倒进嘴里，齁甜瞬间在口腔炸开，带来一阵虚假的满足感。糖搞定，成本0元。机场冷气开得十足，像冰窖，也许是系统故意为之。越冷就意味着能量消耗得越快，而我单薄的衣衫根本挡不住寒意，只能靠活动取暖。我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条别人下飞机扔的毯子。随着时间推移，饥饿感越来越强烈。晚上8点，我晃到一家面包店，玻璃橱窗里没卖完的面包散发着诱人的麦香，肚子发出响亮的咕噜声。我凭着敏锐的穷鬼直觉，判断这时候面包应该打折了。原价30的吐司现在仅需15，但是还不够，快打烊时折扣还可能更低，甚至可能免费。省下的每1块钱都是活下去的机会。我坐在面包店对面的椅子上，半闭着眼睛休息。此刻四面八方涌来20-30个身影，他们疯狂地冲向面包店。小小的面包店门口瞬间挤成一团，混乱中我看到有人挥舞着钞票，有人直接伸手去抢货架上的面包。店员惊慌失措地喊着排队，但根本无济于事。短短几分钟，货架上所有打折面包，包括我盯着的吐司，被一扫而空。买到的人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没买到的则捶胸顿足，眼神绝望。周围充斥着其他玩家的咒骂、抱怨和绝望的叹息。此刻我的饥饿值已经掉了70%，我深吸一口气，压下胃部的痉挛，目光从混乱的人群移开，投向了机场高处巨大的航班信息显示屏。红色的航班状态不断滚动，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在这座机场里，玩家可以穿梭在任意地点，即便是没有机票，也可以去登机口。我快速扫视了大屏，精准锁定了几条标红加粗的延误信息，延误时间超过6小时的才是我的目标猎物。于是我拖着发软的脚步，朝着一个登机口走去，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小撮人，空气中弥漫着焦躁和汗味。102登机口已经延误8小时，滞留的旅客们把地勤团团围住。地勤是个年轻姑娘，脸涨得通红，旅客们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她脸上。你们航空公司是吃干饭的吗？我孩子都饿哭了，你们孩子们管不管？你们管不管？赔偿，必须赔偿！现在马上给我赔钱！场面混乱，而地勤姑娘的声音淹没在声浪里，急得快哭了。
我猛然察觉到这是机会，我拼尽全力挤进人群中心，站到了地勤姑娘前面。安静！我用尽力气吼了一嗓子，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静。我指着那个抱着哭闹孩子的母亲，对着所有旅客大喊道：看看孩子都哭成什么样了，我们在这里吵破天，飞机就能飞了吗？航空公司理亏，他们必须负责，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吃的，是地方休息，是保存体力跟他们耗到底。我转向那个快崩溃的地勤姑娘，语速飞快，大家情绪激动，当务之急是安抚旅客，餐券、酒店券这些立刻发，让大家先吃上饭，安顿下来，否则闹大了，你担得起吗？我一直在给他们说，餐券和酒店券都可以发，是他们不要。地勤姑娘委屈地说道：大家排队，按照登机牌领取。都这时候了还讲流程？我打断他，指着抱孩子的宝妈，你看这位妈妈多累，抱着孩子等了8小时，还要排队领你的餐券。我转身对那个宝妈说：姐，把登机牌给我，我帮你领。我伸手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那位宝妈像抓住救命稻草，立刻把登机牌塞给我。有人带头，效果立竿见影，其他几个同样带着老人小孩或者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旅客也纷纷把登机牌塞到我手里。我手里瞬间攥了10几张登机牌，我转向地勤，把牌往他面前一递，压低声音：赶紧的，先解决最紧急的，总比闹上新闻强，对吧？多给2张餐券，我帮你安抚住这几个带孩子的，大家都有台阶下。地勤姑娘感激地看着我，飞快地在机器上操作，很快她拿出了一叠餐券，数出几张对应我手上登机牌的，然后又快速多抽了2张混在一起塞给我，眼神带着感谢的意味。成了，我心中狂跳，但面上不动声色。姐，你的，带宝宝快去吃饭。这位大哥，拿好。我迅速把对应的餐券和登机牌分发回去，动作麻利。最后我捏着那多出来的2张餐券，塞进最贴身的口袋，对着人群喊了一句：大家先领券去吃饭休息，保存实力，回头再找他们算账。趁着人群注意力转向领券，我像条滑溜的泥鳅，瞬间钻出人群，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航站楼通道里。要想在游戏里活下去，就得比一般人更会钻空子。刚出候机厅，我又看见了吴驰，他憨厚可掬地笑着说：66号，我看见了你的实力，刚才你跟电影里的大佬谈判似的，你真的不考虑跟我们结盟吗？后面也许需要大家互相帮助哦。就1天的功夫，他身边居然多了4个玩家，我依然谢绝了他的邀请，拿着餐券吃饱了饭，饥饿值暂时回满，但疲惫感像潮水般涌来。我的精力值已经跌破了50%，现在是晚上11点，机场的人流明显稀少，大部分商店开始打烊，灯光也变得昏暗，有种说不出的恐怖氛围开始弥漫。航站楼的椅子都有扶手，不让人躺平。一个年轻玩家大概是实在撑不住了，裹着件薄外套蜷缩在地上，试图入睡。仅仅过了不到2分钟，一道强光就精准地打在他脸上。起来，这里不准躺。保安的声音毫无感情，年轻玩家不理睬这个 NPC， 翻了个身继续睡。突然从角落冲出来一群保安，不容分说强行将他抬起来，扔到了机场大门外。游戏公屏上爆出广播：13号玩家因离开游戏区域被淘汰，负债100万。紧接着还有不同区域的玩家以同样的形式被淘汰，系统在逼我们用疲惫和寒冷榨干玩家最后一丝理智。这时候我的精力值已经严重不足，为了防止被淘汰，我把破毯子盖在身上，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着了。第2天升起的太阳告诉我们，游戏才刚刚过了1天，我的精力值勉强爬回了75%，但饥饿值再次跌到了50%，身上还有1张餐券。我并不是很着急，我喝了口凉水，吃了2包糖，继续往出发大厅打猎。一个玩家突然冲过去，抢走了一个小孩手里的热狗，随后小孩大哭，保安闻讯赶来，将那个玩家团团围住，押进了机场外的警车里。而此刻系统广播再度响起：25号玩家抢夺 NPC 食物，被保安扔出机场，淘汰，负债100万。我悟出一点道理，在这个机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惊动保安。然而今天机场很奇怪，没有出现一趟延误的航班。我猜测可能我钻的漏洞被系统补起来了。这一天我像个常规旅客一样在大厅晃荡，出现在每一家有试吃的店里。当然我只吃不买，边试吃边看店员的脸色，被他发现我光吃不买后，我就会赶紧逃走。就这样凑合到了晚上。晚餐我用剩下的餐券解决，又把饥饿值填满。今天的精力值跌得更低了。这一次我没有选择在座位上凑合，我钻进一条昏暗的侧通道，通道尽头有我白天发现的黄金宝地一个虚掩着门的废弃设备间，里面堆满杂物，但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我刚走进设备间，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严时，砰的一声巨响，有人踢开了设备间的门，进来的是一个吊梢眼的高个子，他身后还跟着2个精神小伙儿。滚！
这地方归我们了！高个子朝我吼道：“这个高个子我有点印象，昨天在面包店就他抢得最凶，他甚至还抢走了2个玩家手里的面包。知道自己惹不起他，我决定放弃这块风水宝地。就当我走到设备间门口时，高个子突然掏出一把刀，威胁道：把你身上剩下的钱和吃的都交出来，不然宰了你！”他们眼神里的疯狂和残忍告诉我，他们绝对干得出来。我大脑飞速运转，硬拼，我毫无胜算。交出钱，那等于被淘汰，背负100万债务。怎么办？怎么办？我吞了口唾沫道：“大哥，有话好好说，抢劫可是会被系统判定淘汰的。”少废话，快点儿，老子可没有耐心。水果刀又抵进了脖子2分，我放弃抵抗，果断将账户里的50块钱转给他。只有在游戏里活着，我才有可能赚到100万。高个子拿到钱，一把将我推出去。他们关上门，我听见里面传来得意洋洋的声音：“直接抢劫果然好用，多亏了他告诉我们抢钱也不会被淘汰，这一下我们就不怕没钱用了。”他们口中的他是谁？抢劫 NPC 是不行的，但抢劫玩家甚至杀害玩家都可以。是谁对游戏的规则了如指掌？这才进行到第2天，我就失去了仅存的50块钱，没钱没食物，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不一会儿，游戏公屏又有人匿名喊话：“快来 L3 楼 A 区面包店，这里的面包半价了。”设备间的门开了，高个子带着跟班走了出来，我慌忙躲藏到一旁，尾随他们朝便利店走去。他们3人把抢来的钱全部拿来买了苏打饼干。随着支付成功的电子音，系统在游戏上广播：“5号、49号、61号玩家因超支被淘汰，背负100万债务。”高个子发出了哀嚎，他话音未落，整个人像一道光消失在空气中，剩下的2个精神小伙儿也消失了，而数十袋苏打饼干还有4、5袋面包则是掉落在地上。我立刻冲过去，脱下外衣，将饼干和面包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我猜的果然没错，系统一开始说了超支会被淘汰，但每个人账户上只有50元，怎么可能超支？只有一种可能，抢了玩家的钱并使用超过50元就算超支。但高个子在面包店抢了人家的面包，却没有被淘汰，说明掠夺别人的食物不算。可以预想接下来的几天会有更多参透规则的人为了食物而大打出手，所以我手上这份食物一定要藏好。有了这些食物，我撑到游戏结束绝对没问题。于是我找了5处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将饼干分散藏了起来，每天解锁一个位置，就能熬过剩下的5天。干完这一切，我的精力值已经严重不足。很快我再次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着了。游戏进入第3天，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在不远处炸响，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是47号玩家，那个看起来就很单薄的女生，她蜷缩在冰冷的金属长椅上，身体剧烈的颤抖着，脸磕得通红，甚至有些发紫。同为玩家的男朋友露出嫌恶的表情：“你怎么回事？发烧了？可别撑不到第7天啊！”47号女生声音嘶哑微弱，带着浓重的鼻音：“就是突然好冷，好难受。阿勇，你抱抱我好不好？”不行，万一你把我传染了怎么办？突然尖锐的警报声毫无征兆地在整个航站楼响起，一阵沉重而整齐的脚步声从远处通道传来，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将47号轻易架起。你们放开我！我不要被淘汰！哎呦，抱抱我，抱抱我！但阿勇看都没看他，扭头就跑了。防疫人员无视47号的哭喊，推着担架车，在众多玩家惊骇的目光中迅速消失在通道尽头。几秒后，系统广播传来：47号玩家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已被强制带离游戏区域进行隔离处置，淘汰，负债100万元。87号玩家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已被强制带离游戏区域进行隔离处置，淘汰，负债100万元。玩家们面面相觑，眼神里充满了猜忌。87号昨天翻了垃圾桶里的食物吃，今天狂拉肚子，感冒不行，拉肚子也不行。我用水在团队里得到了食物，谁会是下一个？身边的咳嗽声，哪怕只是清清嗓子，都足以让人心惊肉跳。我又了解到一条游戏规则：不能生病，哪怕一个小感冒或者拉肚子，都会被带离游戏区。我靠着捡到的面包和饼干挨过了1天。今天的机场温度更冷了，简直就像个冰窖。我在垃圾桶捡到了一条登山驴友专用的保温金属毯，裹上它终于让我保持温度。时间来到第4天，被淘汰的人也越来越多。清晨醒来，我决定去拿今天的面包和饼干。我精准避开人群，走向第一个藏匿点，那是位于一处偏僻洗手间后面，巨大的绿植花盆底部与墙壁的夹缝。走到近前，我蹲下身，伸手向那个熟悉的缝隙摸去，空的，里面竟然什么也没有。我心头一沉，不死心的又仔细摸索了一遍，连饼干包装袋的碎片都没找到。我顾不上许多，向着下一个地点跑去，没有还是没有。藏饼干的4处地点全部被人偷了。
几十袋救命的苏打饼干和面包，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肯定稳赢的局面，一下子被彻底颠覆了。能在一夜之间精准地找到所有地点，并且悄无声息地搬空，这绝不是普通玩家能做到的。到底是谁在一直监视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我又厚着脸皮去找试吃，但是抢试吃的玩家越来越多，商家们已经警惕起来，将试吃的食物全部藏起来，就连咖啡店的调料台也空空如也，糖包全被服务员收走了，而垃圾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依然有很多玩家冒着拉肚子的风险在垃圾桶里翻吃的，等我去找时，连食物残渣都没看见。就这样熬到了晚上10点，我的各项数值都在报警。我向着机场一排卖奢侈品的商店走去，一旁的玩家在窃窃私语，这人估计要被淘汰了。去奢侈品店能干什么？而在奢侈品店不远处的垃圾桶，我翻到了几个别人扔掉的袋子和盒子。许多旅客为了避税，选择出发前将盒子扔在了机场。我将盒子小心地塞进最完好的袋子，提在手上下到1楼出发厅。之前踩点时，我发现那里竟然开着一家火锅店，所以我现在要去蹭一个免费休息点，还要蹭一些免费食物。推开厚重的玻璃门，暖气和牛油锅底的香气扑面而来，笑容甜美的服务员小跑着迎上来。欢迎光临，先生几位？2位，我将手中醒目的奢侈品袋子随意地往旁边椅子上一搁，声音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给我找个安静点的位置等人。服务员目光扫过我手上的袋子，笑容更深了。好的好的，这边请。能买这么多奢侈品的人，绝对不会是蹭饭的穷鬼。他将我引向一个半包围的铺着软垫的沙发卡座，私密性极好。刚落座，我立刻掏出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快划过，拨通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号码。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带着哭腔的声音在略显安静的区域炸开。我在机场火锅店等你，我买了凌晨3点飞巴黎的机票，你不来，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我将手机狠狠拍在桌上，眼眶瞬间蓄满了泪水。服务员快步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羹和一小碟水果，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先生，消消气儿，先喝点东西润润嗓子，女朋友惹你生气了。我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谢谢。想到她正在陪白月光，我就吃不下东西。服务员把银耳羹放到我面前，越是难过越要吃饭，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等他追妻火葬场？我点点头，接过了那碗羹，小口啜饮。温热甜润的液体划过干渴的喉咙，是饥饿感在咆哮，但我此刻必须忍住。很快服务员又送来了一碗免费蒸蛋。我失魂落魄地起身去调料台，舀了满满3大勺牛肉粒，迅速扣进蒸蛋碗里。我坐回座位，强忍着狼吞虎咽的冲动，用最优雅的姿态小口小口地吃着，同时眼角余光警惕地扫视着服务员和领班。此刻服务员简直像装了雷达。先生，看您心情不好，要不要试试我们新上的番茄汤？酸酸甜甜，很开胃的。于是一碗色泽诱人的番茄汤又摆在了我面前。再给您拿点小零食吧。一盘免费的炸薯条紧随其后，服务员又一次凑过来，眼神里充满了八卦和同情，显然比我还焦急。我心中警铃大作，他问得太频繁了，我立刻切换状态，泪水再次盈满眼眶，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其实我没打算走。我适时地低下头，肩膀剧烈抖动起来。哎呀，别哭别哭！服务员慌了，立刻抱来一个巨大的毛绒玩具熊塞到我怀里，让他陪着你。您这么帅气，他一定会后悔的。而我抱着毛茸茸的熊，疲惫感排山倒海般袭来，精力值告急，我必须休息。我偷偷设置了凌晨2点的震动闹钟，然后心力交瘁地抱着熊，蜷缩在柔软的沙发里，闭上了眼睛。意识模糊前，我祈祷着别被赶出去。不知睡了多久，服务员突然叫醒了我。先生，您的航班是不是要起飞了？我的手机适时疯狂震动起来，这是我设置的闹钟。电光火石间，我猛地抓起手机，看也不看来电显示，对着话筒吼出早已准备好的台词：我在火锅店等了你4个小时，你还是不肯来吗？那个男人就那样重要吗？我要走了，我真的要离开了，你就来看我一眼好不好？挂断电话，我扑进玩具熊怀里，在别人看来我是在偷偷哭泣。领班停下了脚步，摇了摇头，服务员贴心地给我送来毛毯。我在大沙发上睡了一整晚。第二天清晨，当我准备离开时，服务员还特意送来豆浆、稀饭和茶叶蛋等免费的食物，眼神充满鼓励。先生，加油！离开渣女，你会遇到更好的。恭喜你新生。因为我没有消费，自然没有付钱。我低声道谢，转身走出玻璃门。我的精力值已经全部恢复，饥饿值也满了。这个法子挺无耻，而且只能用1次，而我已经用掉了这张底牌。很快游戏进入到第5天，刚走出火锅店，我就碰见了无耻等人。他的队伍已经壮大到20多人，他们正在分饼干。看见饼干的包装，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响了，那是我丢失的饼干，每一袋上我都故意撕掉了一个角做了标记。我怒气冲冲地走过去，无耻，是你偷了我的饼干。别生气嘛，我早说过了让你加入我的队伍，是你不听。把饼干还给我。你看看我的队友们想还你吗？哼，
吴池指了指身后那20多双眼睛，透露着贪婪。我拿走他递来的一块饼干，往后退了一步，说道：“现在还能加入你们吗66号，迟了。”吴池微微笑着，样子憨厚可掬。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单打独斗的，玩家只能抱团抢夺其他玩家的资源才能活下去。你没钱也没食物，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所以你只能被淘汰。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个时候，系统突然发出了指令：各位玩家，欢迎进入第5天。为提升游戏趣味度，今日起全机场的饮水机停止供水，卫生间的水源被污染，不可饮用。玩家们已经忍不住在公屏上开喷了。趣味度，我去你丫呀！没水还剩3天，玩死我们呀！吴池团队的玩家也骚动起来，恐惧压过了刚分到食物的短暂喜悦。水是比食物更致命的硬通货，吴池却并不紧张，抬手压下骚动，声音依旧平稳：“慌什么？水而已。”他斜眼瞄了我一眼，继续对玩家们说：“其他玩家还有水，抢了就行。”我的心猛地一沉，但已经来不及逃走。20多双充血的眼睛瞬间锁定我，人群像闻到血腥味的猎狗，猛地扑了上来。放手，这是我的！我死死护住背包，但双拳难敌4手。背包带被粗暴的扯断，拉链被撕开，2瓶沉甸甸的矿泉水瓶被粗暴的抢夺出来，里面仅剩的几包糖也散落一地，瞬间被哄抢一空。我被推搡摔倒在地，吴池冷冰冰地说：“没有要你的命，已经够仁慈了，滚蛋吧！”我爬起来就跑，并不是因为要躲吴池，而是为了去抢水。我要抢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到达那个地方液体丢弃区。机场安检规定，随身携带的液体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在安检口，旅客们会将矿泉水、饮料、果汁直接丢弃在旁边特设的大垃圾桶或收集筐里。此刻的航站楼国内出发安检口处，并排放着3个半人高、容量惊人的透明塑料气质桶，里面塞满了喝了一半甚至未开封的矿泉水。而2个穿着制服的安检协管员 NPC 正站在附近，直接翻垃圾桶显然不现实，还会触发保安警报，不能再等了，机会稍纵即逝。我脸上瞬间切换成极度焦急的表情，朝着安检口快步走去，目标直指那几个气质桶。麻烦让一让！我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拨开排队的人群，成功吸引了协管员的注意。这位旅客，请排队。一个协管员皱眉拦住我：“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我语速飞快，带着真实的慌乱，指着气质桶说：“我的戒指好像掉那边，那是我奶奶留给我的遗物，求求你让我过去找找，就一下，求求你了。”说着说着，我的眼泪落了下来，看起来情真意切。协管员愣了一下，他侧了侧身：“快点，别影响后面安检。”谢谢大哥，我千恩万谢，立刻扑向气质桶。为了不影响大家，我把垃圾袋收旁边去翻找。于是我悄悄将桶内3大袋垃圾提了出来，迅速退到了协管员看不见的地方。好家伙，这么多的水，肯定可以熬过3天。我迅速清理出一个袋子，将未开封的水装进去，快步离开安检区。心脏狂跳的快要炸开，我不敢停留，一头扎进附近一个相对僻静的残疾人卫生间，反锁上门，绝对不能让其他玩家知道我一个人拥有这么多水源。我踩在马桶上，掀开卫生间的天花板，将一部分水源藏进天花板，然后又从卫生间出来，找了几个缝隙将剩余的水源藏好。我又往国际出发安检口跑，故技重施，我又弄到了大量水源依旧藏好。不是我贪心，而是我有个更大的计划。此刻截至第5天，还剩下67名玩家，吴池团队有25名玩家，他们犹如蝗虫过境，逮着玩家就搜刮水、食物，甚至连一片饼干都不会放过。只要敢反抗，他们就会对玩家又踢又打。而 NPC 们对玩家的暴行则是视而不见，也没有保安过来制止。突然啪的一声，一个玩家因为低血糖摔倒在地，没过多久就停止不动了，嘎嘎了。另外的玩家惊疑不定地问，几个抬着担架的白大褂出现，迅速将玩家抬到担架上，用白布盖好，一切迅速得来不及眨眼。很快系统又开始广播：93号玩家经历值归0，淘汰，负债100万。今天广播里被淘汰的玩家特别多，数量疯狂下降。我需要找到合适的结盟对象，组建一支能够对抗无耻的队伍。我脑海中飞快闪过这几天观察到的面孔，几个身影定格下来。那是一个6人小团体，领头的是看起来很精明的48号玩家，其他的成员各有特色，都是体格强壮的男生。我在到达大厅找到了他们，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们的状态不太好。其中一个男的嘴唇已经开始发干，另一个男的不停地舔嘴唇，很明显他们缺水，这是个机会。我提着奢侈品袋子走到他们跟前。你们好，我叫李川，66号玩家，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48号站起来，警惕地看着我。你走吧，我们不收人了。我把袋子递过去，里面放着3瓶水，大家的眼神亮了。我坦诚地说，我有安全的水源，能保证团队基本饮水。作为交换，我要加入你们共享食物。你有多少水？
省着点支撑我们7个人熬过剩下的3天，没问题。机灵的33号玩家插话道，眼神探究。我断然拒绝，你们只需要知道我有办法弄到水，并且愿意分享给团队就够了。水的存放地点只能我知道，这是我的底牌。48号回头和他的队员用眼神快速交流了一下。好，李川，欢迎加入，我是陆墨。加入我们的团队规矩是，绝对不可以背叛队友。48号最终做了决定，向我伸出手，我点点头，合作愉快。第6天的曙光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更深的绝望。我独自一人去安检区，希望再弄一些水，但我看见那里站了5个保安，死死地盯着垃圾桶。看来系统又把这个路子给堵死了。最后的稳定水源断了，昨天忍受干渴一整天的玩家忍不住喝了卫生间的水，病毒击倒了他们被淘汰出局。就在这时，机场广播毫无征兆地响起，为加快淘汰速度，提升最终对决观赏性，现启动生存淘汰赛机制。今日饥饿值、口渴值、精力值排名最低的20位玩家将会在晚上12点被淘汰。请注意 ，T3 航站楼内将随机刷新3个应急物资箱，内含足量食物、水和少量药品。物资箱位置出现后，将全图广播一次。公屏瞬间被绝望和咒骂刷爆，这破系统就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负债，大家都被他骗了。先是关闭水源，现在又搞玩家自相残杀，太狡诈了。大家冷静。去 T3 就是送死，很快恐慌就开始在团队中蔓延。无池的团队人最多，他们最有可能拿到应急物资箱。现在只剩下45人，无池独占25席，意味着剩下的20人，除非数值奇迹般飙升，否则晚上12点就是集体淘汰的末日。一定不能让无池的人拿到应急物资箱。陆墨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李川，你说穷鬼怎么在这种死局里翻盘？穷鬼的生存之道从来不是硬碰硬，而是钻空子、找漏洞、制造混乱、火中取栗。第1个应急物资箱已刷新 ，T3 航站楼 B2层员工休息室。果然，随着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无池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 T3 方向移动。陆墨准备带队，别让他们抢先了。等等，我拉住他，位置在员工休息室。你知道那地方意味着什么吗？我顿了顿，第1个应急箱肯定是陷阱，会让最先到达的人被淘汰。系统关闭免费饮水机，派保安守垃圾桶，就是在不断强化 NPC 规则不可违抗这条铁律。员工区是禁区，普通玩家根本进不去，一旦硬闯，系统绝对会判定非法入侵，直接淘汰。而无池会派人硬闯吗？我觉得他不会。我让阿哲和小敏去刺探情况，他们传回来消息，无池果然没有让队友继续前往禁区，而是兵分几路，看守住了通往员工休息区的路。他的策略是封锁，不让别人拿，但自己也不去碰那个烫手山芋。只要其他玩家拿不到物资，依然是他们团队占优势。徘徊在边缘的几个散人玩家眼神绝望又疯狂，他们的数值肯定垫底，今晚必定淘汰。这种人最好利用。我躲在柱子后面，小声和队友议论道：员工休息室的门禁卡就在旁边的消防柜里。真的假的？系统故意放的？小声点，无池的人现在守在门外，咱们等待时机再去拿门禁卡。站在柱子前的散人玩家恰好听见了，他瞬间像打了鸡血，扑向那个消防柜。拦住他！无池下达命令，但是已经晚了。玩家一把拉开了消防柜的玻璃门，那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门禁卡。他触发了警报，刺耳的消防警报瞬间响彻整个 B2层。几乎是同时，6名全副武装、手持防爆叉的保安如同神兵天降，场面瞬间大乱。保安才不管是谁拉开了消防柜，无池的一队人马连同拉开消防柜的玩家都被防爆叉插了出去。淘汰广播接踵而至，无池瞬间损失5人，团队降至20人。物资箱没有拿到，他们一无所获。这时候第2个物资箱解锁了。第2个应急物资箱已刷新 ，T3 航站楼 L3层 VIP 休息室入口处。VIP 休息室门口通常有专门的礼宾台和服务人员，环境更高级，安保也更严密。我们远远观察到，通往 L3 VIP 区的电梯已经被无耻的人把守住，而在 VIP 休息室大厅的茶几上，那个银色物资箱格外显眼。怎么办？这次连靠近都难了。小敏焦急道：“我把手机递给小敏，把这个拿到失物招领处去。”你的东西让我拿去失物招领处干嘛？小敏惊讶地问：“让你去就快去。”我催促着她。小敏把我的手机交到失物招领处。半个小时后，我来到失物招领处，故作焦急地问：“我丢失了一部手机和一张 VIP 休息室的卡。在机场闲逛的时候，我也在 VIP 休息室外蹲点过，妄图找到口吃的。我关注过进去的旅客，都是拿着一张黑色 VIP 卡刷卡进去的。偌大的机场，我不信有人没调过 VIP 卡。我给工作人员描述了一下手机和 VIP 卡的样子，工作人员真的找来了我的手机和一张 VIP 卡。是这2个吗？对，就是他们。我激动地接过手机和卡片，谢谢你。等等，你需要提供证明，
小五在旁边吸引工作人员的注意，我趁机用脸部解锁了手机，并暗暗拍了一张卡片的照片。做完这一切，我递给工作人员看，我脸能解锁手机 VIP 卡，我刚好有拍过照片。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便放我走了。我走到贵宾接待处，刚好有一群旅客要去 VIP 室，有专门的小电车送他们到门口。我趁机爬上了电车，坐在旅客中间，躲过了无耻的眼线，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坐到了 VIP 休息室门口。保安接过卡片，刷了一下机器，绿灯亮起。欢迎你，白金会员，请进。门开了，一直观察着 VIP 休息室的吴池突然高声喊道：“那卡一定是他偷的！”我心中暗骂，这胖子太阴险。陆墨带着我们的人在电梯口跟无耻的人发生了冲突，6个人对10个人，不算太劣势。趁着混乱，我迅速闪进玻璃门，拿到了物资箱。系统的声音犹如天籁：“恭喜66号获得物资箱，物资箱内物品只能由66号指定的玩家享用，非法抢夺者无法使用。第3个应急物资箱已刷新 T3 航站楼，中央问询台顶部。”那是一个开放毫无遮挡的平台，没有禁区陷阱，没有 VIP 规则掣肘，纯粹的力量与速度的较量场。无耻果断放弃了纠缠，让队员迅速转移去问询台，再也没有人守在 VIP 室门口。我抱着箱子走出来，打开它，里面满满的补给，够我们7个人吃喝一天。只要3个数值补满，今晚就不可能淘汰我们。李川，这次多亏了你。其他玩家在冲向第3个箱子，我们在原地疯狂补充能量。为了最后一个箱子，无耻彻底撕下了伪装，展现了最赤裸裸的暴力。剩下的玩家和无耻的队友硬碰硬，打得头破血流，终究还是无耻的人多，占据了优势。我们7个人远远的看戏。陆墨说：“只有1个箱子不够无耻的队友补给，第1个箱子又太难拿，估计这把他的队伍悬了。”系统冰冷的倒计时无声地跳动着。晚上11点50分，航站楼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系统结算开始。根据饥饿值、口渴值、精力值综合排名，以下20名玩家数值最低，将被淘汰。冰冷的电子音毫无感情地念出一个个编号，除开我们队7人，其他散装玩家全部淘汰。就连无耻队伍里的人，因为一个箱子物资分配不均，最后只剩下13人。广播声刚落，整个机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20个人每人100万，意味着总奖池2000万。而如果淘汰所有玩家，最后的胜利者将独得2000万加1亿，总共1.2亿。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人疯狂。无耻遥遥地望着我们，眼里露出嗜血的光芒。他舔舔嘴唇，对队友们说：“我想让大家互相伤害，但我们队人多占优势，我们拿下对面7个玩家，然后13人平分1.2亿奖金，这是最稳妥的办法。”我们这边，陆墨的眼神凝重到了极点。大家都稳住，不要上系统的当。无耻的队伍肯定会团结起来，先杀光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自相残杀。我们7个人干掉他们13个人，再平分1.2亿奖金，这是目前的最优组。胖丁瘫软在地。怎么杀？我们人比他们少，现在只有待宰的份儿。咱们先找地方躲起来，将他们分散开。我提议，我知道有个地方。凌晨12点，屏幕上出现了血红色24小时倒计时表，整个机场的灯光瞬间被染成一片刺目的猩红，疯狂地闪烁着。刺耳的警报声拉响，却不是来自任何喇叭，而是直接灌入脑海。前一秒还熙熙攘攘的 NPC 旅客、工作人员、保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偌大的 T3 航站楼，只剩下我们20个玩家。跑，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我们7人拔腿狂奔，进入电梯的一瞬间，我拼命地按着关门，哐当，电梯门在无耻狰狞的面孔下合上了。靠！别让他们跑了，淘汰他们，钱是我们的。电梯急速下沉，带着我们来到地下车库，这里混合着汽油、尘土的湿热空气扑面而来。我们立刻分散，像受惊的老鼠，各自寻找掩体。几乎就在我们藏好的下一秒，无耻带着人从安全楼梯冲进地库。20个玩家藏在偌大的停车场，只要一直拖时间，我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屏住呼吸，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紧贴着地面，透过车底狭窄的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9号被玩家击杀，100万转移至击杀者账户。到底是谁杀了他？我们这边的人吗？紧接着又传来打斗的声音，以及胖丁凄惨的喊叫声。不一会儿就传来胖丁淘汰的消息。玩家分散在车库里，时不时传来惨叫声。广播在轮番播报玩家淘汰的消息。21号被自己人淘汰，场面更加混乱，猜忌充斥在玩家之间，信用在摇摇欲坠。匿名人的广播又来了：来杀掉无耻，他是上一任冠军，奖金持有2亿，淘汰他，瓜分2亿。这个消息瞬间引爆了车库。什么？无耻是上届冠军？难怪他这么强。
妈的，我们被耍了！无耻急忙解释，别听那个匿名的胡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参加。但已经没人相信他了。巨大的利益面前，理智瞬间崩塌。嘎了他就知道有没有2亿了，嘎了他，嘎了他！混战再次爆发，这次所有人都红了眼。为了那传说中的2亿奖金疯狂厮杀，我趁乱找到一辆没锁门的 SUV， 悄悄钻进。混战再次爆发，这次所有人都红了眼。为了那传说中的2亿奖金疯狂厮杀，我趁乱找到一辆没锁门的 SUV， 悄悄钻进了后备箱。黑暗的空间里，我蜷缩成一团，透过后备箱的缝隙，听着外面不断传来的惨叫声和系统播报。时间1分1秒过去，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少，直到某一刻，车库里彻底安静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透过缝隙往外看，只看到满地的残骸。就在这时，熟悉的声音响起：“李川，李川，你在哪里？”是陆墨的声音。我把无耻抓住了，你快出来，我们一起杀掉他，就可以瓜分2亿了。缝隙中，我看见陆墨将无耻五花大绑，我屏住呼吸，不敢去应他。陆墨从我的车前走过去，我正偷偷松了一口气，下一秒，后备箱被粗暴的掀开，刺目的猩红灯光瞬间涌入。原来你在这里，叫我好找。躲猫猫游戏结束了，66号。陆墨的声音带着令人作呕的戏谑，冰冷的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陆墨好死死抓住我，将我从后备箱拖了出来。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所谓的追杀，所谓的团队对抗，全是你们演的双簧，目的就是利用规则借刀杀人，清除掉所有碍事的玩家，最后只剩你们2个人来瓜分所有奖金。你们熟悉游戏的规则，用匿名身份引导玩家抢劫超支，你们再摘取果子。你们知道最后一天必然是大厮杀，所以无耻一开始就在组建队伍，而陆墨故意站在无耻的对立面，方便最后一天2队厮杀，你们获利。陆墨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李川，你很聪明，这些天谢谢你。无耻终于失去了耐心，狰狞地吼道：“老陆，把我松开！跟他废话什么？直接送他上路！”陆墨冷漠地看了一眼无耻，松开你？开什么玩笑？2个人分1亿，哪有我独吞爽？而且上一轮你累计了2亿，也该归我。随后一招将其淘汰。陆墨随后冷笑道：“忘了告诉你，最后那条匿名消息是我发的。44号玩家淘汰，公布彩蛋。44号玩家是上一任冠军，累计金额2亿，已转移至猎杀者账户。”此刻陆墨欣赏着自己的战利品，就是现在，我猛地将高强度发胶喷向陆墨的脸，一大团粘稠发胶精准地喷进了陆墨的脸上。陆墨发出凄厉的惨叫，他捂着脸踉跄后退，痛苦地弯下腰。我手脚并用地扑向驾驶座，我刚才躲藏时就确认过，这辆车不仅后备箱没锁，驾驶座的门也没锁，而钥匙就插在点火开关上。陆墨大喊道：“66号！我要活剐了你！”他顾不上疼痛，像一头暴怒的狮子猛扑过来，匕首擦着我的头，狠狠扎进了驾驶座的真皮座椅里。我手指摸到冰冷的钥匙，猛地一拧，轰轰，引擎发出一声低吼，瞬间苏醒。我几乎同时挂入 D 档，右脚用尽吃奶的力气，狠狠跺向油门踏板。陆墨完全没料到这辆车会突然启动，身体被巨大的冲击力带得凌空飞起，随后软软的滑落在地，但他依然试图爬起来。我挂上倒档，朝着他开了过去。没过多久，系统发出了最后的审判声：48号玩家淘汰，公布彩蛋。48号玩家是上一任冠军，累计金额1.8亿，已转移至猎杀者账户。当前存活玩家1名，恭喜玩家。66号玩家成功生存至最后，成为本轮机场迷航的唯一冠军。66号玩家本轮获得奖金1.2亿，正2亿，正1.8亿，共5亿奖金。我艰难地从驾驶座下爬出来，浑身沾满油污和灰尘，没有狂喜，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劫后余生的虚脱。猩红的灯光渐渐褪去，警报声停歇，白光一闪，我又出现在了最初虚无的游戏世界。耳边是系统的低语：“你现在有5亿奖金，好好活着。但按规定，冠军不可以退出游戏，否则负债5亿。”白光渐渐散去，我看见身边站满了人，他们都睁大眼睛，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系统欢迎100位玩家进入穷鬼游戏，初始资金50元，目标在游戏中生存7天，100万奖金，获胜者获得100万奖金。